提到既能让钱包狂笑，又不牺牲生活质量的地方，亚洲可是全球公认的好去处。这里不仅物价低，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、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现代化的便利。亚洲都能为你提供多样的生活体验，而这些体验的费用绝对不会让你心痛。记得订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亚洲10个最适合省钱生活的国家吧。10. 老挝。各位啊，听到老挝，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那是哪？但我跟你讲，老挝这个地方低调得很，完全是隐藏版的生活天堂。在这里生活，钱包根本不会哭泣，反而会每天对你笑眯眯。首先，租房价格感人，1个月不到300美金，你就能住到宽敞又舒适的公寓，什么阳台、空调通通包。吃饭呢更夸张，1碗地道的老挝河粉才2美金，吃到你怀疑老板是不是在做慈善事业。而且这里的生活节奏慢到让你怀疑是不是时间静止了。街上没啥交通灯，因为压根没那么多车，每天骑个摩托车绕城兜风，油钱少得让你觉得像白捡。不过啦，老挝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也少不了乐趣。无论是湄公河边的夜市，还是当地的啤酒老挝啤酒，喝一瓶只要1美金，边吹风边感叹人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总之，老挝就是那种你一踏上就会爱上的地方，物价超低，生活悠闲，再加上热情好客的当地人。如果你想要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，老挝绝对值得一试。9. 斯里兰卡。聊到斯里兰卡，可能你的脑袋会冒出茶叶、佛像，还有印度旁边那个国家吗？没错，不过这个地方可不是只有好茶和海滩而已，它还是个预算友好型的天堂。在斯里兰卡生活，你会惊呼，原来地球上还有这么划算的地方。房租呢，一套靠近海滩的小公寓，1个月大概只要200美金，换成台币，大概就是吃2次高档牛排的钱吧。是不是超夸张？讲到吃的，这里简直是咖喱控的天堂，一盘地道的咖喱饭加各种小菜，不到2美金，味道香到让你怀疑是米其林大厨下凡。饮料方面，别忘了试试当地的西兰茶，直接现场泡给你喝，清爽又解腻。交通更是让人目瞪口呆，坐3轮车，他们叫嘟嘟车，在城里绕一圈大概50美分就搞定，司机还免费陪聊。如果喜欢冒险，搭火车环岛也超便宜，坐在敞开的车厢门口吹海风，分分钟能拍出绝美 IG 照片。当然了，这里也不是天天阳光灿烂，偶尔还是有点混乱，比如交通不守规则啊，或是野生动物突然跑进城，但这些都成为了它的独特魅力。斯里兰卡就是那种小小的预算，大大的幸福感的地方，不仅物价亲民，还有风景如画的山海，浓厚的文化底蕴，甚至连陌生人都热情到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的失散多年亲戚。8. 柬埔寨。提到柬埔寨，脑海中是不是浮现了吴哥窟、神秘的庙宇和电影《古墓奇兵》的场景？但其实除了那些古迹，这里还是个超级适合小资族宜居的宝地啊！在这里你会发现，存款少没关系，生活照样精彩。房租部分，一间带空调的小公寓，1个月可能只要150美金，没空调便宜到你想哭，但热到也可能真哭。喜欢住大一点的，租个独栋小别墅，1个月500美金绰绰有余，瞬间有种升级当庄主的感觉。吃东西更是佛心价，1碗道地的简式米粉汤才1美金，不仅料多味美，老板还会附赠微笑。海鲜爱好者有福了，这里有新鲜到能跳舞的大虾，1大盘才5美金，吃的你嘴角冒油，还觉得划算到想跪谢老板。至于交通工具，这里标配是嘟嘟车，类似台湾的机车改装3轮车，超级好认，看起来随时会散架，但超有生命力。5公里的路程大概2美金，司机还会给你当免费导游，带你绕小巷看隐藏版景点。不过柬埔寨也不是十全十美了，这里的夏天热到你会觉得自己像被丢进蒸笼，偶尔还有停电的惊喜套餐，但这些小不便换来的是无敌便宜的物价和一群淳朴到爆的当地人。简单来说，柬埔寨就是一个用5块钱活出500块价值的地方。喜欢冒险又想节省荷包的朋友，赶快把这个地方加进你的宜居清单。7. 马来西亚。如果你觉得马来西亚4个字只有槟城、沙巴和榴莲，那真的太小看这个国家了。
这里不止旅游吸引人，宜居也是让人忍不住点头狂说可以的选项啊。首先聊聊房子，马来西亚的房价就像贴心的邻居一样温暖。首都吉隆坡，租一间有泳池健身房的高级公寓，1个月可能才$300。郊区生活更便宜，买房也不夸张，台北一间小套房的钱，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1整层，还附停车位，爽吧？吃的方面，这里真的是全球美食集散地，一碗槟城虾面、椰浆饭、海南鸡饭，随便一份都便宜到哭，$1到$2就搞定，而且种类超多，从中餐、马来餐、印度餐到西餐，每天换着吃1个月都不会重样，味蕾像在环游世界。交通也很友善，虽然吉隆坡的地铁和轻轨系统不算全世界最便利，但总归是比不上堵车的日常。如果你住郊区，开车是常态，一台二手丰田车大概$3000，开起来安全又省油，油价低到不科学，是不是感觉每次加油都是在打折促销？最重要的医疗福利真的很贴心，这里的医疗体系堪称亚洲宝藏，公立医院收费平易近人，私立医院服务水准一流，看个医生不会像被台湾健康保险宠坏的你一样，觉得再等2小时我就能看了，而是直接爽快的看完人走钱流，而且不贵。当然，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挑战啦，热带气候的热情会让你随时冒汗，湿度高到你的饼干随时软掉。不过习惯之后，你会觉得这叫带湿度的生活美学。总之，马来西亚是一个便宜又开心的国家，你可以过得既像皇帝又像邻家大哥。搬到这里，真的忍不住每天哼起 Rasa Sayang啦。6. 中国。说到宜居中国，先别急着以为你会天天走在长城上遛弯，中国宜居的魅力绝对比这更有层次。这个国家地大物博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每个地方都像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体验包。先聊房价，当然北京、上海这种顶级城市的房价会让人觉得有点下一题，但如果你选择成都、青岛、厦门这些2线城市，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，性价比都相当可以。而且这些城市的生活节奏比北上广深还要惬意，更适合想追求慢生活的你。吃的方面，中国简直是地球的厨房，别说3餐不重样，3个月都不带重复的。早餐有油条豆浆，中午吃火锅，晚上来份烤鸭，外加夜宵的烧烤和小龙虾，根本就是美食玩家的天堂。而且物价不算离谱，尤其是在中小城市，$10一天吃得像皇帝。交通没得说，中国的高铁系统简直是外星科技，想从上海去北京4小时搞定，路上还能刷手机玩游戏。城市里的地铁网也密集到让你怀疑人生，有些地方可能地铁站都比你家楼下的便利店还多。医疗方面，中国的公立医院虽然有时人满为患，但技术是真的靠谱，挂个号几十块人民币，买药也不会让你破产。私立医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价格自然高一些，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。至于工作机会，中国的经济活力不用我多说，科技、教育、金融、制造业，随便挑个行业都可能让你大展拳脚。如果你是个喜欢挑战的宜居玩家，这里绝对是让你开荒复本的最佳场所。当然，中国的空气质量和某些地方的冬天供暖问题可能会是一些人的考量，但别担心，好城市选得对，这些都能被生活的丰富和便利冲淡。总之，中国是一个让你又爱又恨又想骂又离不开的国家，但正是这种复杂性才让它对宜居者充满独特的吸引力。试试看吧，也许你会发现人间值得就在中国。5. 泰国。说到泰国，很多人脑中马上浮现的画面就是阳光沙滩、椰子树，外加一碗酸辣开胃的冬阴功汤。没错，这个东南亚宝藏国家就是一块生活的乌托邦，不仅适合宜居，更是很多人梦想中的退休后花园。先讲讲房子，泰国的房价对宜居者来说简直就是便宜到像偷的。在曼谷市中心租个设施齐全的公寓，1个月可能不到$500。如果去清迈这样的2线城市，价格还能再砍一半。买房也超有吸引力，很多外国人直接 all in， 说什么都要在泰国有个家。吃的方面，泰国堪称美食小宇宙，随便一个街头巷尾的小摊子，味道都能碾压某些高级餐厅。
重点是价格便宜到你怀疑老板是不是算错账。一份炒河粉，一碗绿咖喱饭，加起来可能只要$2，吃到扶墙出。气候方面，泰国一年四季如夏，阳光常驻，冬天不存在的。虽然有时候太热，但好处是不用担心穿厚重的冬装，还有那些白沙滩和湛蓝海水，分分钟让人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美好。医疗水平也是泰国的一大亮点，尤其是私立医院，设备一流，服务贴心，价格却比欧美便宜太多。很多人甚至不住泰国，专门飞来这里看病，称它为东南亚的医疗中心。交通上，泰国的双条车和嘟嘟车超级有特色，虽然没有高铁那么发达，但日常出行还是很方便。而且 Grab 类似 Uber 也随叫随到，价格合理的让你以为自己买到会员优惠。至于工作和创业，泰国的机会也不少，尤其是对外籍人士的旅游业、教育业和餐饮业。不过要记得办合法的工作签证，毕竟这里对外籍人士的法律还是有点严格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泰国的佛系节奏有时候会让急性子的你抓狂。毕竟这里的口头禅就是 My Pen Right， 翻译过来就是没关系啦，随便啦。但当你习惯了这种慢悠悠的生活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这种态度才是幸福生活的秘密。总之，泰国是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，不管是冲着美食、风景、医疗，还是生活成本，移居这里都像是提前进入退休模式，此生无憾。4. 印度。说到印度，可能有些人会想起色彩缤纷的传统服饰、香料市场、宝莱坞歌舞，或者是经典的泰姬陵。但如果你以为印度只有这些，那就太小看它了。移居印度可以说是一次打开人生新视野的奇妙体验。先讲讲生活成本，这里真的是预算控的福地，房租便宜到你怀疑是不是少写了一个零。在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，一个舒适的公寓每月可能只要$300。如果是去小城市或乡村，价格直接砍半，感觉钱包都在偷偷对你笑。食物更是亮点，印度美食界真是香料界的天花板，从咖喱鸡、黄油烤饼到小吃摊的萨摩萨和煎饼，满满的香料味让人吃了还想吃。而且重点是，随便在街边吃顿饭可能只要$1，不过要记得带好肠胃药。有些人初来乍到，可能需要和德里度大战300回合。气候嘛，印度的夏天绝对是地表高温的代名词，尤其是北方城市，冬天还会冷到让你觉得自己穿越回东北。但总体来说，习惯了之后，你会发现气候其实没那么难熬，尤其是有空调和冷饮的加持下。医疗和教育方面，印度的私立医院很不错，医疗水平高，价格便宜，特别适合那些需要长期治疗或定期检查的移居者。而国际学校也很多，是带娃移居者的好选择。只是交通方面有点让人抓狂，尤其是那些满街飞奔的摩托车和堵成一锅粥的高峰时段，分分钟挑战你的耐心。至于工作和创业机会，印度的 IT 行业绝对是全球翘楚。如果你是程序员，这里简直是你施展才华的舞台。如果是做生意，印度的消费市场庞大，潜力无限，尤其是在电商、教育科技和医疗领域。不过，印度也有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，比如文化上的差异和生活节奏的不同。但只要你能放宽心态，把这里看作是一场冒险，你可能会爱上这份混乱中的美好。总之，移居印度是一场开眼界的体验。这里既可以是你的经济避风港，又能让你每天都有新鲜的生活体验。敢不敢来挑战？说不定你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真谛呢。3. 菲律宾。提到菲律宾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大海、阳光、椰子树，还有无尽的沙滩。但住在菲律宾，你才会发现，这不仅仅是度假胜地，更是移居者的天堂级选项。首先，预算友善程度简直是天花板。在菲律宾，房租和生活费便宜到让人感动的想哭。一套2居室的公寓，在大城市马尼拉，租金大概$400-600，到了小城市甚至可以砍到一半。而街头巷尾的餐馆，用几$就能吃到饱，尤其是国民美食菲式烧烤和大名鼎鼎的炸猪脚 lechon， 肥而不腻，吃完绝对不后悔。说到气候，菲律宾是标准的热带海岛风情，阳光天天都有。但如果你怕太热，可以选择在碧瑶或者塔盖泰这样的高地城市，
气温凉爽又宜居，感觉每天都像在度假。菲律宾人的热情也是真的没话说，这里的人超级友好，总是笑脸迎人，特别是英语普及率高，几乎人人都会讲。这对于外籍移居者来说简直不要太方便，不需要为了点个炸鸡儿绞尽脑汁比手画脚，直接用英文沟通就好。医疗方面，虽然菲律宾的公立医疗系统一般，但私立医院却非常不错，尤其是像马尼拉和宿务这样的城市，医疗服务性价比极高，医生大多也会说英语。当然，生活在菲律宾少不了沙滩和岛屿的加持，在周末或者假日，你可以随时跳上一艘船，去探索像长滩岛、宿务、爱妮岛这样的绝美海滩，潜水、浮潜、划皮划艇，或者干脆就躺着发呆，什么烦恼都可以暂时抛开。不过也有一些小挑战，比如说交通。马尼拉的交通状况绝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硬核，拥堵到让人怀疑人生，外加吉普尼、当地特色小巴士和摩托车乱入街头，分分钟让你怀念台湾的捷运。最后一个亮点就是社区文化，菲律宾有大量的外籍社区，你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再加上这里的节庆活动多，随时都有机会参与当地人的欢乐派对，感受地道的菲式生活。菲律宾是一个充满魅力、友好热情的宜居地，不管是预算控、海滩爱好者，还是想换种生活方式的人，菲律宾都能满足你。而且住在这里，你可能每天都会问自己，这日子这么爽，怎么还有点不真实？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，大家脑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巴厘岛的海浪、乌布的稻田，还有那让人忍不住想立刻飞过去的热带风情？别急，这次我们不光聊旅游，而是深入了解为什么印尼是移居者心目中的第2名。首先，预算超级友善，不管是住在雅加达、巴厘岛，还是稍微冷门一点的日惹，生活开销都让人忍不住喊赚到了。一套带泳池的别墅，1个月租金可能只要500到1000美金，比起台北市的公寓，这根本像是在白捡房子。日常消费也很可爱，一份当地风味的 nasi goreng 炒饭，加上一杯新鲜果汁，可能只要3到5美金，吃饱还能吃好。再说气候，印度尼西亚的天气可真是爱的浓烈，全年热情不减，基本就是热带阳光加椰子树的标配。不过巴厘岛这样的地方会稍微凉快一些，加上海风轻拂，真的有种天天在度假的错觉。如果你不怕一点点汗，印尼绝对是你的理想选择。印尼的多元文化和自然风光也让人沉迷，这里有超过17000个岛屿，简直是旅行爱好者的天堂。想要山，去婆罗摩火山；想要海，拉布安巴霍的科莫多岛欢迎你；想探索文化，日惹的婆罗浮屠和梭罗的传统市集会让你流连忘返，每周末都像在拍 Discovery 纪录片一样，这种生活谁不爱？语言方面，印尼语算是相对简单的语言，学几句基本问候词就可以愉快地和当地人打交道。而且巴厘岛这样的热门地区，很多人都能用英语沟通，日常生活没啥障碍。至于医疗和教育，印尼的大城市和热门旅游区有不少优质的私立医院和国际学校，服务和设施都很到位。特别是在巴厘岛和雅加达，许多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医疗体系表示满意。当然也有小挑战，比如交通。印尼的交通秩序可不是普通的自由，尤其是在雅加达，摩托车大军浩浩荡荡，初来乍到的外籍朋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印尼的共享摩托车服务超方便，随叫随到，价格也很亲民。最后一点，印尼人的热情真的让人难忘，不管是城市里的陌生人，还是乡下的小店老板，他们的微笑和好客都会让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真的是一种幸福。总结来说，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、文化丰富又友好的国家。不管你是预算控、自然爱好者，还是想换个生活节奏的朋友，印尼都能带给你惊喜。住在这里，每天都像在上演热带版慢活人生，幸福感直接拉满。越南。各位，终于轮到我们的冠军啦！说到越南，你第一个会想到啥？是热腾腾的河粉，还是摩托车组成的海啸？不管是哪一个，越南可不只是吃喝玩乐的好地方，也是移居者心中的宝藏圣地，尤其是咱们退休生活的首选。先说钱的问题，省到怀疑人生。越南的生活成本实在太美好了，
一顿地道的河粉外加春卷套餐，大概3到5美金搞定，连吃宵夜都不会觉得心疼。至于住房，胡志明市和河内这样的城市，租个舒适的公寓1个月可能只要400到800美金。要是去岘港或者惠安这样的2线城市，价格还能再打个折。这省下来的钱，可以每天喝咖啡都不眨眼。越南咖啡可是世界级的宝藏。坐在街边的小塑料椅上，来一杯加炼乳的滴漏咖啡，那种浓郁又香甜的味道，别说一句了，一辈子都想待在这里。还有越南的米酒和啤酒便宜又好喝，边喝边和邻居闲聊，这样的日子谁能不心动？气候方面，越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，但还算友善，尤其是岘港、惠安一带，气温适中，生活舒适感爆棚。而且越南的海岸线长得让人羡慕，海景房的价格居然还那么亲民，这不就是把梦中度假地直接变成了家吗？医疗也值得点赞，越南大城市的国际医院不少，服务和技术都挺在线，而且收费比起欧美国家简直是佛系。像胡志明市和河内这些地方，医生普遍会英语，看病没啥压力。越南人的亲切感也是宜居生活的加分项，本地人热情友好，特别喜欢和外国人聊天，不管你越南语说的像不像样，他们都会努力理解和微笑回应。这种氛围完全就是让人天天心情好的秘方。当然，移居越南也有点挑战，首先是摩托车的数量简直是个奇观。走在胡志明市街头，有种在玩摩托车版的躲避球游戏。不过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骑摩托车不仅经济实惠，还特别方便，语言也算个小挑战。虽然年轻一代英语普及率逐渐提高，但更深层的交流还是得靠越南语。不过也别怕，简单的打招呼和点餐学一学，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。总结来说，越南凭借超高的性价比、丰富的文化美食、友善的社区氛围，稳稳成为移居者心中的第1名。不管是预算有限的退休族，还是想换种生活节奏的探险家，越南都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搬到这里，日子不仅是慢，还是香，幸福感直接满分。无论是冒险、安逸，还是两者兼得，这些国家都能以极低的成本让你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。哪一个国家是你的理想选择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